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28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港版国安法周二过会，中国2大战略误判啊，这个我们新闻就很简单。新华社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1次全体会议。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161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啊。那么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沈春耀做的港版国安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啊，新闻我就不再说了啊。那么从新闻来看，这个所有的安排都在进程当中啊，所以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30号闭幕啊，30号闭幕，也就是星期二过会。闭幕就是会通过这个法案，通过这个法案就等于是这个草案就会变成法律啊，这个法律就会港版国安法就是正式立法程序完成。立法程序完成之后，就会通知香港特区政府颁布实施，颁布就是公布法律全文。非常可笑的是，到现在全世界都不知道这条法律是什么样子的啊，所以这是个非常反人类的状态啊，就是你要通过一个法律，你还在帮香港这个立一个法，可是全世界都不知道像这个法律是个什么样的法律，所以这是个非常荒谬的事情啊。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太多的疑问了啊，没有太多的疑问。那么现在北京那边正在筹备国安公署啊，国家安全公署，就是和这个基本上和这个驻港叫上驻港特派员级别差不多的一个这样的组织啊。那么正在筹备一个这样的机构啊，就是国安法的执行机构，这是一头。另外一头就是北京现在开始全面动员啊，准备过法案。然后呢，外部是对付美国，内部呢就对付这个泛民啊，以内为主，已经开始进行全面动员啊，全面动员。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美国之前我就没有报啊，就说制裁中国官员这个签证啊，不超过10个人。我觉得这个都不值得一报，因为实在是太象征性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啊。不过呢，美国做这个事情基本上就是这个套路啊，先从小到大一个个来啊，一个个来。那么中国那边呢，也表现出非常激烈的好斗姿态啊。报一个新闻，大家听一下：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调整预备役部队体制的决定啊，这个决定明确，从7月1号开始，预备役部队全面纳入军队指挥体系，由现行的军地双重领导调整为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什么意思？原来预备役是军地两边领导啊，这个军队呢有跟地方联系，但其实军队不管。预备役基本上是地方属于地方武装部在管啊。那么现在是什么呢？现在全部纳到中央军委去管，就是他们全部都成为部队了啊，全部只能够调动这个预备役了。那么这个动作什么意思呢？这个动作一方面是做给印度人看的啊，西南那边不是跟印度正在搓火嘛啊，这是一头是做给印度人看的，另外一头是做给全世界境外反动势力看的啊，就是意思就是你看我要调的话，我现在开始准备打架了啊，就这个意思啊。但是这个动作是真的战争准备，这不是姿态。
这是真的是一种战争准备啊，这是一种战争准备，就是把预备役的军人啊，预备役其实也是军人啊，他只是个准军人，纳入中央军委的指挥体系里面去啊。我前2天看的新闻就是预备役现在开始进装备了啊，开始进装备啊，所以你可以看他们开始在做战争的准备啊，所以我们之前讲中印之间有没有可能出现一场战争？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是有可能爆发一场战争的啊，因为双方都在进行非常高调的战争准备，这就是战争准备啊。那么这是第3，第4呢？美国的行动已经没有疑问了啊，就是之前我们一直在有疑虑啊，疑虑是什么？就是川普的对华政策其实是在有摇摆啊，有摇摆，各种摇摆，各种摇摆其实这是川普的性格啊，这川普是这种性格。星象学的专家也这么认为啊，川普其实跟习近平是性格是有点像的，就是经常摇摆啊。但是呢，从美国的一系列的行动，包括 FBI 每10个小时开一个 file 去抓中国间谍啊 ，FBI 每10个小时开一个 file 去抓中国间谍，在美国啊，这是很厉害的，现在手上已经有2000多个 case 了。非常厉害，所以他开始动手了啊！美国在国内开始动手了，然后你可以看，那些亲中的那些议员啊，那些受贿啊，那些都你看吧，开始该抓该告的了啊！然后 CAI 在香港已经大规模的开始行动起来了啊！然后香港自治法，国会通过了香港自治法，自治法案，然后这个你基本上可以看到。美国现在的动员状态大概是这样，就是每个星期保持1到2个措施出台，基本上是保持这样的力度。你看着吧，天天都会有新闻的了啊！这就是美国的态度啊！美国的态度是真要干了啊！这是第1条，第2条，美国开始建立和欧洲的对话机制。跟英国的对话机制，美国开始组织一个联合战线啊，这个已经开始动起来了啊，这是第2个，这时候要动手了，他就开始做这些动作。然后第3个呢，就是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所有的资源开始调动起来了。就美国你可以看到，就是从上周开始，美国的这个机器开始运转了。美国的机器开始运转了，它已经没有什么，它已经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这种决策，所以你可以看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全部都在动啊。它其实之前已经做了部署，你比如说3个，网友说是4个，我是看的3个航母战斗群部署在西太平洋。这其实他已经开始做这些动作了啊，然后把那个无人飞机部署到这个日本啊，那个很厉害，非常厉害，无人机啊，那个无人机一方面可以高空侦察，另外一方面可以斩首啊，真的是可以斩首。伊朗的名将之花陨落在叙利亚机场，就是无人机干的啊，万里之外的操控人员把它给干掉啊，这无人机也到了日本，所以你可以看美国已经开始全面动员啊，那么这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信息舆论战，然后是科技战，然后是金融战，然后是这个文化其他领域的战，各种手法，这基本上美国的这个对抗资源是非常丰裕的啊。为什么？因为它真的比别人领先很多啊。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关键的地方是什么？
关键的地方就是中美贸易协议啊。中美贸易协议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判断美国是两手准备啊。一手准备是什么？一手准备就是你假如不遵守撕毁这个协议，没问题，可以加关税，就是贸易战就继续打下去啊。这正好就和其他的各种战一体啊，形成一体化啊，这是一头。就是假如中国撕毁贸易协议啊，那就继续打贸易战，这一头啊。另外一头，假如中国继续执行中美贸易协议，好，可以，很好 ，fine， 买东西吧，按着时间地点，按着时间菜单要去买东西，不买采购不完成，那些东西不执行，我就一样继续进行贸易战。这是第二条啊。如果你继续执行，没问题，我们进行下一轮的谈判，在下一轮的谈判当中继续施加力啊。所以基本上中美贸易协议，美国在中美贸易协议上面两手准备，就是执行和不执行，大概是这两个方向啊。好，我们讲今天的主题，就是中国或者是习近平的两个战略错判。为什么香港这件事情走到今天啊？走到今天，我认为习近平主要是习近平，因为他决策。习近平的两个误判啊，你看哈，中国现在过去3-4年啊，中国对外形势的判断基本上越来越差啊。你看哈，在钱其琛时代，中国对外形势的判断很准确啊，非常准确啊。所以呢，钱其琛时代，中国可以打破西方的封锁，是制裁。走出来跟这个对外的形势的判断准确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几年你看中国对外形势的判断非常的不准确，就是很多误判。两个基本误判，第一个就是对美国的误判，第二个就是对自身的误判，这两个都是战略性的误判啊。那么对美国的战略误判，其实是有个非常简单的理由啊。第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习近平认为去年反送中运动啊，这个他跟川普有一个默契，就是你给我签我就不管啊。他是比照去年的反送中运动，觉得我搞这港版国安法，这个我已经跟你签了，你不可能放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误判，就是说他没有搞清楚这个港版国安法跟反送中运动它两者之间的本质性的差别。这个引渡条例是个香港内部的法律修订，虽然背后是中国大陆伸出来的手，但是怎么说，这都是一个香港内部事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就是说，香港在推出一个法律，而这个法律呢，是在香港内部进行的一个法律性立法过程，香港人不同意，反抗啊。虽然背后是大陆要想做这件事情，但实际上是对抗的对象是什么？一边是市民，一边是特区政府。这个属性是一个这个属性。港版国安法不同。港版国安法一上来就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啊，就是你在北京帮香港立一个法，这个法律会摧毁一国两制和香港自治。你摧毁一国两制跟香港自治，就违背了两样东西，一个是中英联合声明，一个是基本法，这都是国际条约。基本法当然是香港的地位，中英联合声明是个国际条约，这就不是一个香港内部事务。国际条约那就是公共事件。国际公共事件，这两个属性完全不同，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反送中运动的时候，川普那个时候还惦记着中美贸易协议，现在是马上要大选，这两个川普跟这两个时期，川普所处的位置，他的政治环境完全不同，所以这两个
现在为什么川普会出手的原因，一方面这两个不同的属性，另外一个原因是川普根本就找你打架，他现在就是要跟你找你打架。香港问题只不过是找了一个打架的场景而已，而我去香港打还是去什么地方打，别的地方打，我一看还是在香港打比较好，又有利又有利，又有理又有利。有理是什么？你违反国际条约，你做的事情是摧毁香港，我就在香港跟你打，这个我有理。我有利，为什么？香港是个金融中心，全世界的金融我控盘，我在这个领域我有利，有利有理，我就选择在香港跟你打，不是我。这件事情根本不是美国人跑到香港去给香港人出头，不是的，香港人也没指望美国人干这个事情，没指望川普。很多人经常跑这里来讲，哎呀，这个我们川普是个美国总统，他没有义务帮香港人出头，香港人也没指望川普总统帮香港人出头。香港人的策略就是把美国人拉到香港这个场景来打这一架，你去打吧，我给你提供战场啊。香港人想的是这个，什么叫蓝潮？蓝潮就这个意思，就是把美国人拖下水。美国人现在下水了，所以这是什么？这叫蓝潮成功，就是把美国人终于拖进来了。美国人我不认为美国有义务去帮香港人出头，但是川普总统选择在香港跟中国对战，证明香港人的蓝潮的策略是成功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一个重大的误判。这你这个美国人怎么可能为了香港来跟我翻脸？不是的，他是要跟你翻脸，选择在香港跟你翻脸而已，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啊。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战略误判，西方国家会在香港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跟疫情有关系。西方国家在疫情上面实际上不是西方政府，其实你可以看一下欧盟也好，德国也好，这些欧洲国家，其实这些政府还是很想跟中国做生意的还是很想跟中国做，但是他们有一样东西是不敢违背的，是什么东西？民意。这个民意呢，就是要跟中国干。为什么？死这么多人呢？对吧？疫情来自中国，谁不知道？鬼都知道啊！只有中国老百姓现在不认啊，被洗脑洗成这样，谁都知道疫情来自中国啊，那是要跟中国干一把。这是中国这些欧洲的，为什么欧洲政府？你看这个欧洲议会一投票，500多票赞成，30多票反对，一下子就过了。在香港议题上一下就过了，香港议题一过，民意出来了。欧洲议会代表欧洲的民意啊，所以欧盟委员会也好，欧盟理事会也好，他对华政策一下就变了。为什么？他不敢违背这个民意啊。所以为什么西方国家会在香港议题上这么快形成一个统一战线？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西方国家的民意是要跟中国干的。因为什么？因为疫情，别的我们不说，就疫情这件事情已经足够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非常错误的判断。这个时候推出港版国安法，实际上提供了一个什么？提供了一个平台，让西方国家协调立场，形成统一战线来干你。正好美国选择在这个地方搞一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误判。这个误判后果非常严重。这个误判的后果会让中国在整个对外政策方面完全陷于被动，完全没有还手之力。为什么？你这对手太多了，你不是对一个美国啊，你这些原来你中美贸易战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你跟美国开战的时候，欧盟在后面抽水。什么叫抽水？就是弄点好处啊，
有的时候搞一下美国，有的时候跟中国走近一点，气一下美国。因为美国川普天天喊美国第一，欧盟也不高兴。但是香港议题一出来，你看看会怎么样？结果马上就变过来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低估了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啊！这个就是金灿荣啊，这一票马屁精。包括什么胡锡进啊、金灿荣啊这些马屁精，天天吹捧他啊，吹得晕乎乎的，低估了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啊。硬实力、软实力，你想一下什么？你看看现在全世界的媒体在说什么事情，你把这事情一看你就知道，这就是软实力。软实力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硬实力你硬干，你怎么干得过他？你看看你看看那飞机飞两下，你看都看不见它，不见了。这是第四个，第五个，低估了香港人的反抗和香港人的能力啊！真的，香港人从去年，实际上香港人反抗不是从去年开始，就是从那个就是教育开始，就是你看黄之锋他们从那个教育开始，就是洗脑教育开始进行反抗。然后就一系列的这个战中运动，到去年的反送中运动，先是战中运动，前年的战中运动失败，大前年的战中运动失败，然后就是去年的反送中运动成功了，然后到了今年的蓝潮啊，就是反国安法，我们不能说成功。但是他的策略是成功的，结果策略是成功的。为什么？成功的美国进入香港战场，所以中共是低估了香港人的决心，也低估了香港人的能力。现在香港人两件事情都做到了啊，做到了。为什么？还是一个重要的东西，所以不要小看民意啊！共产党经常给大家洗脑，民意不重要的啊。我们中国人是讲治贤人，追求贤人，我们要贤人就好了，就想厉害的人就行了。民意不是的，民意很重要，民意能办大事。你看看，这就是香港人办的大事啊！这就是中国首先对美国、对外部世界的误判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自己的误判啊，对自己实力的误判，这个我觉得，当然我不觉得说他会不了解情况啊，这里面是了解情况和对情况的判断是两回事。你比如说，我知道我有200万军队，我知道啊，我也知道我的军队装备是什么，我知道。但是我仍然会误判，为什么？因为他们到底能力能多强我不清楚，他到底和西方国家的相比水平到底怎么样我也不清楚，我可能会站着误判一样的。所以我不相信他不知道情况，他想知道这情况完全能知道，但是他仍然会出现误判啊。那么这里面呢，过去10几年中国其实在和西方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基本上没吃过亏。为什么？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中国利用这个西方的这个开放的系统啊，西方是个开放的系统，进出自由啊，这个完全没有阻挡进入西方各个领域啊，所以它很自由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西方国家对中国误判的原因是什么？西方无法了解中国，因为中国不自由，封闭。它第一封闭，第二它骗你，诚心骗你。所以呢，这里面就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西方有求于中国市场，对中国市场很感兴趣，这是有求于你啊，这是一头。另外一头就是中国诚心骗你，而且设置很多障碍让你不了解它。就是你对他的战略意图形成了误判，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战略意图误判，在这2个前提之下，
中国基本上过去10几年和西方打交道都是占便宜，没吃过亏啊，没吃过亏。所以呢，他就开始对自己的实力开始就有一点搞不清楚了，搞不清楚，觉得我很强啊，真的我很强啊，我想搞这个世卫搞定，这个 IMF 这个国际基金会搞定，这个搞定，那个搞定，我都搞定了多少国际组织了？像国际组织都是我的人，我好像这个世界上都得听我的了。这开始就对自己有点膨胀了，再加上什么金灿荣啊，什么什么胡锡进之流，在上面吹牛逼，吹得大家都晕晕乎乎的啊，所以这里面就是形成这个对自己的误判。有哪些误判呢？啊，第一个，经济实力的误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它一点疑问都没有啊，这一点疑问没有。为什么？中国有14亿人口，理论上它应该是非常大的经济体啊，因为对于一个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人口是资源，不是负担。在这个李克强的嘴里，你有工作就是资源，你没工作就是一张嘴啊。那么基本上理论上你应该给他工作啊，但是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构成，他自己没看清楚啊。你比如说，很多领域其实都是外资，就是说你基本上你看中国的各个经济结构，你可以看到最顶部的这些最先进的这部分经济体，其实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外资，那不是中国的，他说走他就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虽然中国也有像阿里巴巴、像什么是工商银行这种大企业，但那个并没有竞争力啊，那只是商业模式的或者它的市场地位的问题，它不是核心竞争力。真正核心竞争力是谁？核心竞争力是谷歌，而不是百度。谷歌它真有核心竞争力啊，它这真的在科技领域它很强，非常强，像人工智能这些领域它非常强。中国没有，所以这两者不可相提并论。所以中国领导人他搞不清楚他的实力，他强在哪里？他其实他强的那部分正在消失。为什么？外资企业的都是，所以他误判自己的实力，觉得自己很强大。但是你一看中美贸易战一打一下，你就知道，这根本没法打。为什么？你一看就中美贸易战一打起来，你看中国就败下阵来。原因是什么？实力悬殊差太远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军事实力，说200万军队啊，很厉害，我们又这个又行了，卫星又上天了，导弹东风快车又搞定了。但是中国的军事实力还停留在哪个阶段？一个是超限战，一个是点穴战。你要想一下，两个国家对抗的时候，讲的不是我有哪一个东西可以突破，讲的是你有什么缺陷会被对方突破。在这个问题上，那如果你还只是点穴战、超限战，你根本没有均衡的军事实力，那根本没办法对抗。怎么对抗？军事实力，你就那2艘飘在海上的冒着烟的航母吗？那这不是一般的差距啊！然后这个发射，我们这个北斗系统最后一颗卫星上天了，我们现在有北斗系统了，也可以搞自己的导航系统了。对，你先慢慢跑吧，再跑个10年再说，你说是不是？所以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的这个军事实力它不均衡，它有非常明显的大面积的缺陷。那这些缺陷是什么？那别人要是进攻你的话，你真的是选择性的进攻就可以了，你还处于那种点穴式的战争优势，这差距实在太大，所以对自己的军事实力误判。第三个，国家动员能力啊，国家能力体现在什么地方？动员力量上。你从这次疫情你这一看，这个国家动员能力是什么鬼？这根本就没办法看嘛，是吧？你现在国家动员能力还停留在什么？
把楼下的铁闸给焊上，停留在这个阶段，那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就这个国家处于一个散沙的状态，就是你看的有14亿人口啊，有14亿人口，但是这14亿人口是没有被组织起来的。为什么？因为中共一开始就是要把他们打散，跟清政府差不多，你没有组织，没有组织，你哪来的动员能力呢？没有动员的，你害怕组织，为什么？这组织起来要反了我怎么办？所以你中共是刻意打散所有的组织 ，NGO 都不准了，现在 NGO 都不搞了，不让搞了。那原来还搞个什么？江泽民时代还让你试一下搞一个什么，就是业主委员会，现在业主委员会都不让成立了，为什么？这还会成团啊？这一成团不得了，会反我的。那你想想看，14亿中国人民全部都是分散在各自的家里，你哪来的国家动员能力？没有国家动员能力。所以在这次疫情的表现当中，非常的明显。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外交资源、政治资源，你怎么比？你看美国跟欧盟吵架归吵架，但是一出现共同的敌人，马上就协调立场去了。你看看中美贸易战，有没有人帮中国说一句话？没有吧？你看看中国跟印度贸易冲突，有谁帮中国说话？没有吧？所以你看，在政治资源、外交资源，这又是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你用钱搞定的那个人头没有用的，那不反映什么？不反映你的外交资源啊。这是第四个。第五个，这个很重要啊。内部的政治压力啊开始急剧上升，政局不稳啊。虽然你搞很多的监控系统啊，这些各种各样的系统啊，对人身控制系统，但是你别忘了有一条非常根本的一条，就是合法性的问题。我们这个问题我们讲过很多次啊。中共执政1949年啊，你拿着枪杆子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获得了这个政权，并不意味着你永远可以执政下去，对吗？你还是要人民授权，你才能执政下去。如果你没有人民授权，你给别人讲一句好话，就是你听我的，我改善你的生活，没问题，那大家听你的。可是你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每况愈下。你看看现在什么情况？每况愈下。每况愈下意味着什么？你的执政的合法性就有问题了。为什么？你不是说听你的，把权力交给你，你就改善我们的生活，你现在没做到啊，没做到，那你的合法性就不成立了。就是所以内部的政治压力就开始急剧上升。急剧上升的后果是什么？急剧上升的后果就是中共就是继续加大对人民的这种人身控制。这还是一句老话，叫哪里有反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那你就是压力越大，反弹越大，民怨就越深，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这第四点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什么？就是国内的政局开始出现不稳了。攘外必先安内。你现在这种情况的话，那是对和西方开战的这个情况有非常不利的局面。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很重要，这也很重要啊。中共人才凋零，没有。你现在看过去，政局常委这一票没几个有能力的。汪洋说是汪洋什么，有人还说汪洋是改革派，你们还没看见汪洋把这个台湾的那些媒体大佬抓的来开会训他们。那改革派，你看看他训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录像，那直接电视台播出来训这些台湾的那些媒体大佬，训孙子一样训改革派啊。所以你看汪洋看得过去，还样子还可以，其他这一群笨蛋，没有人才凋零。底下的那些就是习近平基本上是武大郎开店，全是个儿矮的。那这叫什么？这叫
人与类聚，物与情分啊。物以类聚，人以情分啊！你可以看到，就是差不多都小学生，那你怎么打？这中美这跟一开战，这些人就这水平，你怎么跟别人打？士气低落，整个的公务员体系，你可以看一下，士气非常的低，敷衍了事，从上到下敷衍了事。你看看这次疫情，你可以看出来，看出这个国家的士气非常的低落。那之前大家都觉得，我们这个很好，我们的生活很不错啊，而且每年都往上走，期待很高。现在你看连跌3年，你看看再往下走什么情况？这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呢，我觉得习近平也好，中共高层也好，对外其中当然主要是对美有个非常严重的战略误判，对内对自己的实力严重的战略误判，这两个战略误判会让他面对一个非常困难、非常难搞的局面。这个仗不对称，就是这一场对抗是一个不对称的战争，好吧？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好吧？好，另外特别提醒，检查一下你的订阅还在不在，检查一下小铃铛有没有点亮啊，请大家点亮小铃铛，也顺便帮我们把这个视频转发一下，好吧？好，我们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3个情况、问题、观点，谢谢啊。另外我这里也特别因为很久没讲最近有2点。第一个，谢谢大家的关心，我没事了啊，这毕竟年轻嘛这个好得快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也明谢一下很多网友在 PayPal 上面支持我那我就不念名字，因为我知道有些网友是不方便，但是呢我非常感谢大家好，明谢贝拉瑞贝拉刘贝拉瑞，谢谢于子，谢谢吉娜丽，谢谢观点终于赶上直播，不吐不快。BLM 运动是民主党为了夺权夺票的群众运动，香港运动是正义的抗争，两者放在一起拉低了香港。诸党号召上街，无视疫情，袒护打砸抢，破坏公检法，这个好像很文革平民因言获罪，因思想不正确被攻击，越来越像革命。左派对香港微笑转身，左派媒体每天 BLM 却不说港版国安法，连香港法案都是共和党提交，就是为了抵制中共。我会继续投票给川普。好的，我知道你的意思彭晨谢谢， Lindy 谢谢，云在青天水在平谢谢。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打卡日本神奈川情况今天6月28日号称中共人大的举手机器申纪来逝世Camera CN 谢谢，王老师可以尝试下日本人的痛风药 OK 好的，我现在的药也不错我现在需要紧急处理，现在已经紧急处理了，所以请大家放心，谢谢。提问中国战略误判格局形成，其成因到底是一种真正的误判，还是体制被各独裁者个人绑架之符合逻辑的结果？我们常说的误判是基于信息不对称或者是错误的逻辑推导所致。现今之误判，现今之荒谬绝伦的格局已经超出了这种通常的理解，更像习绑架体制以维持自身的个人欲望所产生出来的灰犀牛，请王老师指教。这是个非常有水平的问题这到底是一个信息的不对称还是逻辑推导错误？我觉得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现在是一个信息社会
习想获得他想要的信息完全没有问题，这是我不认为他会有一个信息获取的困难，这不存在啊。古代皇帝会有这样的困难，但是现在的习近平没有这样的困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里面有没有逻辑推导的错误？我可以理解是啊，因为逻辑推导错误是有一些预设前提的，可能他上来的预设前提就错了，所以他整个逻辑推导就会错误。所以就是如果你把这个问题变成一个这个2选1的话，我会更倾向于是逻辑推导错误啊，逻辑推导错误。那你说是不是习近平用他个人的欲望去绑架整个系统呢？那你就对中共不了解啊。中共本身它就是个独裁体制，中共本身就是个独裁体制，就是总书记在上面，他是个独裁的啊，底下全是为这个总书记负责的，所以他没有绑架，他就是系统的一部分，他们的系统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们都是在满足个人的意志，或者是说，我们翻过来讲，中共的体系就是用一个人的意志统领全党意志，所以你说他是绑架吗？他不是绑架，他体制就这么设计的啊。当初毛泽东就是用他一人的思想代替全党的思想，现在习近平也是一样，江泽民时代也是这样，胡锦涛时代也是这样。胡锦涛没做的那么彻底，因为旁边有个江泽民啊。这当年的这个邓小平也是这样，当邓小平做的没有习近平这么彻底的原因，是因为邓小平他没有正经坐到总书记的岗位上去啊，他一直是做垂帘听政啊，所以他做不上去的原因是，他旁边有陈云啊，陈云的资格比他还老，这比他实力还强，所以他也没办法做上去。算了，我们都不做，我们就做一个元老院，搞个元老院啊，我也不做，你也不做，那就让他做，我们就指挥他，让他来代替我。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在做这个事情。所以那个时候，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时代是一个垂帘听政的时代啊，跟其他时代又有点不同。但是中共的体制是一个独裁体制啊，以一人思想代替全党思想，基本上就这样啊。所以他没有绑架，他们就是这样的啊。观点，我认为这是历史必然，不存在误判。共匪的发展，他们对自身与世界的认识，让他们一定要做这样的判断。就是不是习在位也会如此。当然你可以讲它不是误判，误判是基于我们的常识啊，就是说你找一个人打架，你肯定有个判断的前提，就是我打得赢他，对吧？除非我打这一架不是为了输赢，我是为了别的目的，我就是为了败给大家看，那是另外一件事啊。你通常在常理之下，你找一个人打架，你肯定有个前提，就是我打得赢他。所以你可以看这个人，这个人去找他打架了，我们就会说，他肯定是觉得他打得赢他，那我们就在旁边看，一看这样子，他肯定有误判，因为他看过去他肯定打不过他，他200斤，他才90斤，你觉得他打得赢他吗？我觉得他打不赢他，他可能有误判。我们是一个基于这样的常识啊，理解吗？那你说啊，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就是一个斯巴达克战士啊，他虽然只有90斤，可他还是会打赢他，他属性就是这样的属性，那是另外一件事，好吗？因为我看见他不像斯巴达克斯的样子。观点，我一直给被洗脑的父母说，中国人最大的悲哀就是不能和美日这种强国做朋友，因为这个政党存在就需要给人民洗脑。为什么做不了朋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共产党和资本主义是天敌呀，他怎么能做朋友？他除非骗他，否则他们一定是天敌呀，对吧？共产党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啊，他怎么能做朋友？做不了朋友的嘛，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除非共产党不再是共产党，
那中国才有可能，或者中国没有共产党了，中国才有可能做美日的朋友。你美国中国跟美国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中华民国啊，对吧？真正的共和国的时代，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啊，那个时候跟美国最好啊，对吧？你说呢？所以只要中共在中国执政，理论上美国跟他做不了好朋友，除非他被骗了。就像1978年到现在，美国被骗到现在，美国一下醒来了，哎呦，你原来是我的掘墓人，我还不把你给灭了。这个道理是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啊。观点：2017年以后，中共还停留在对美国新政府的错误认知上，但美国政府和民众却对中共的认知逐步清醒。而且最致命的是，中共对自身实力的错误认识，就像吹牛酒的人，最后自己也相信。中国有句老话：知人者智，自知者明。2017年后，中共错误不仅在于对美国到哪儿去了？我认为后者是最致命的，对自身的认知啊。正因为错误的认知，才会高调讲一带一路厉害了我的国，中国制造2025等等，是这样的，我同意，非常正确。观点：现在中国不是误判，已经是不判了，因为每天都闭着眼睛自己是老大，集权的任性，全世界随便搞。观点：西方的误判不是因为欺骗，是因为利益而选择无视。普世价值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现在是绥靖政策的后果，西方再不反击，自救就崩溃了。也可以这么讲吧，我觉得也是，利益也有啊。我刚才也讲过啊，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利益，利利智昏啊，这是第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是诚心欺骗，中共诚心欺骗，中共的欺骗它是习惯，它是基因，就是他从一开始就是欺骗啊，从他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一直骗到现在，一直在骗。你看看苏共也是在骗，一直在骗。所以欺骗这个我认为是公平的啊，讲他没有欺骗这个不公平。西方被欺骗这件事情是事实啊，不能够不讲，这不是一个不需要考虑的因素啊。观点：如果美国和中国的经济战和金融战能发生在香港，实在是全球的大幸，让香港左翼和中共重新认识一下什么叫美国。能通过经济战和金融战打垮中共的再好不过。问题：王老师，听您的每日观察很久，受益匪浅，很感谢。我的问题是，听说香港的水一部分从东江来，而食品供应好像一部分也依赖大陆，这个是我听以前的香港同学说的，并不确信，请你评价一下。基础供给来自大陆，那香港的命根子是不是攥在大陆手里？你怎么看？谢谢。是中国香港的饮水有一部分是来自东江水啊，一大部分应该是啊。那么为什么？因为这就是表明，这就是叫什么？这叫那什么？叫投名状，就是我把我的命根子交给你啊，你看我都把命根子交给你了，我怎么会烦你呢？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但是香港要自己搞个水厂，对香港这么有钱的一个城市来说，那不是1秒钟的事情嘛？这个都不是事儿啊。粮食就没有靠大陆，有一部分蔬菜跟猪肉来自大陆，但是替换掉没有1毛钱的问题啊。大米是香港的大米，大部分来自泰国和越南啊，不来自大陆啊。猪肉来自大陆，猪肉有一部分来自大陆，但是也有一部分来自海外啊。所以对香港对就这种基础商品的供应，电是香港出口的大陆啊，所以对香港没有，就是如果香港说真的独立，
一分钱跟大陆都不来往都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香港完全可以自给自足，这个是骗鬼的鬼话啊！香港搞一个海水淡化，香港本身有很多淡水，要做水厂没有难度啊。观点约2年前贸易战开始时，从来大家都是觉得小打小闹，今天已经是脱钩边缘。去年见到香港人提出蓝草的概念，以为天方夜谭，今天马上就蓝草成功。回望过去，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真是恍如隔世，佩服香港人。是香港人真的是，我很敬佩他们有2点啊。第一点，你看香港人很有策略啊，做很多事情非常有策略，就是你看他的部署啊，很有策略，很有计谋啊。但是你看哈，有些人是这样，有计谋的人怕死，不怕死的蛮干。但是你看香港人又不怕死，你看这就是该线头的时候就去线头。你看看理工的那些大学的那些年轻人，那这真的是背着遗书上战场，就是这样。香港人不怕死，同时他又很有计谋，不该线头的时候就不线头。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人的就是真的是中国人的本色啊，就有足智多谋，但是又不怕死，这个很厉害，我觉得这就让人敬佩啊。提问王先生，请问香港实业家袁弓夷在美国活动，通过立法程序、司法程序把中共定为非法组织，可能性有多大？可能性有多大都不重要，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行动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行为，因为它是一个声音啊，这个声音传到美国的这个上下，这是个非常有价值的行为，不管成不成功都不重要啊。其实成功与否已经不是特别重要了啊，最重要的是这个声音在美国的政界传出来，这个是非常重要啊，在美国的媒体上。让向美国的大众表达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你看他会英语，会普通话，会粤语，然后他跟各个面上的人关系都很好，所以他能够出现在各个媒体上面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袁先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啊。他做到了很多。你看这个海外民运，啊，搞了这么多年，有没有这么大动静？没有啊，为什么？就缺像袁先生这样的人，香港就有很多这样的人，你像黄之锋啊，对待全世界的媒体，他侃侃而谈，把事情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要小看这些动作，这些动作非常重要。为什么？他改变民意呀。当他改变了民意的时候，你看欧洲议会这个票一投，欧洲理事会跟欧洲议会、欧洲他们的整个的取向就改变了。你看中国峰会结果开成什么样子，就是因为欧洲议会的投票。欧洲议会投票从哪里来？就是黄之锋他们国际线，他们有个称谓叫什么？叫国际线，就是有本港线，本港线是在本地跟你干对抗的人，然后国际线就是在国际这个舞台上向全世界宣导香港人的理念，香港人的抗争，那真的是很厉害。所以香港人的这个能量非常的大，所以千万不要小看社会发展水平对一件事情进程的影响。所以我们以前讲冷兵器时代，越野蛮的民族越能够赢。为什么？你靠的是蛮力，只要我有蛮力，我就能够赢你。蒙古人打天下，消灭的全是先进的文明。但是进入了现代社会并不是这样啊！你的大陆，你看派那么多武警，派特战部队去香港，死那么多人，但是香港先进的文明，它在整个的对抗过程当中，它完全是非对称的对抗。
你看看中国有没有几个人像黄之锋那样在西方媒体上侃侃而谈香港人的抗争是什么？有没有像我袁先生这样？没有。为什么？发展不是，这不仅仅是人才的问题，它是整体发展水平来到这里，他才会跑出这样的人来啊。情况，德国老百姓对中国了解甚少，因为媒体报道的少，对他们来说离他们太远。只因香港民坚持1年多的反送中游行，才多了些印象。企业主阶层更想的是挣钱，绝大多数德国人受媒体影响，一面倒反对川普。我觉得，默克尔挺独裁的，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看媒体吗？啊 ，OK。提问：蚂蚁金服和软银分手，5月蚂蚁金服和财付通的交叉持股，红杉的日本转移，这是有大势的节奏啊，能说一下吗？我们下次讲这个议题吧，好不好？就是不仅仅是红杉了，其实有更多的风投正在撤离中国市场，因为没得做了啊。我们回头再讲好吗？找一个完整的时间讲嘛。观点：香港买水是给广东发福利，不买的话，广东第一个不干。回归之前不用东江水，香港人吃喝的很好，其实就是送钱，啊。观点：中国和印度双方都在争取自己国内和国际舆论的支持，同时又在增加军力和武装向前线集结，感觉先完成集结一方会找借口动手。集结现在不是太大的问题吧？因为现在集结双方集结能力不是问题啊，关键是还是有没有下决心的问题。下决心马上就可以到位，这不是问题啊。观点：美国人研究这么多年人脸识别技术，才发现全是给 CCP 研究的。中国政府和企业用的时候，完全没啥隐私压力。也不是啊，就是你要是没底线，那就随便搞了。你有底线的话，你不敢搞，不是他搞不来，别早就搞完了，好吗？他只是不敢用而已，或者是没得用啊。就像有点像什么大数据啊，大数据中国没底线啊，这些企业全部都在搞啊，大数据啊。但是你在西方国家，你的隐私保护很强烈的嘛，那你大数据的应用就受到局限。这不是帮中共啊，这哪是帮中共？就是你是觉得那样好的话，我也没话讲，是吗？观点：其实现在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有类似的例子。当年晚清政府对英国政府甚至世界的认知，现在看是好笑。比如军人打仗时认为洋人的膝盖不会打弯，在这个错误的认知上怎么能打赢呢？这么荒唐的判断很难克服吗？并不难。但当时的国内认知就是这样，连质疑的声音都不许有。现在不也就是这样吗？信息就在那里，但判断和决策却远离现实。这就是体制、独裁体制和封闭社会、文化环境各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非常正确。情况，我从常识和正常思维的基础上来看，中共的决策是误判，但中共在国内灌输的逻辑就是他们自己必经的道路。我觉得洗脑的目标不仅仅是有平民，也包括洗脑人自己，他们也在这个系统里面，他们的思维必然也是这样塑造的，非常正确。观点：这一届的中央领导都是文革长大的，没有接受完整的现代教育，思维上有严重的局限性，也很有道理。情况，老家的水库根本无法发挥防洪抗旱的功能，就是雨季的时候开始泄洪防水，旱季的时候一滴都不放，原因是早就被私人承包了，需要风险最小，还有保障各种种植旅游的项目。观点：提醒王舍，中共自1960年以来没有真正信仰共产主义，这只是一个传销的好题材。中共搞的是权贵奴隶社会加国家资本主义，他们不反对资本主义，只是
敌视、仇视自由民主，因为这个威胁他们的统治，他们的本性是反人类、反光明。我不喜欢这样喊口号啊，就是我也不喜欢贴标签。口号标签有用吗？有用啊，但是我不用这些东西啊。为什么？我只讲事实啊，所以我通常不喊这是左派，这是右派，这是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我不想，我只讲事实。共产党就是资本主义掘墓人，不是我说的，是马克思说的啊，好吗？你说他之后不是了，那他是什么呢？你说呢？提问，请问王先生，印度人口也很多，为什么没有中国发展的好？你怎么知道没有中国发展的好？什么叫好？高楼大厦就好吗？高楼大厦底下还是有很多没有饭吃的人啊，你说呢？所以我觉得五毛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反驳我，你就问他嘛，什么叫好？现在让他定义一下，你先定义。那高楼大厦你进得去吗？你问问五毛，你那高楼大厦你进得去吗？你进不去的那高楼大厦跟你有1毛钱关系吗？就可以了，很简单。而且还有一点，我请大家注意啊，不要跟五毛辩论，不要去跟他辩论，拉黑就好。那对付五毛只有一个手段，所有的人都做这个手段，五毛就完全没有办法了。就是不要跟他辩论，直接拉黑他。当五毛会不断的被拉黑的时候，他就是没有市场，他就没有人被人看到，没被人看到，他的五毛就拿不到，所以没有意义。所以请大家不要跟五毛辩论，一看是五毛直接拉黑。因为为什么？两个，第一，浪费时间，因为你说不服他，你浪费时间，这第一个。第二个，帮他赚五毛，那你何必呢？是吗？你为什么要帮他赚五毛？所以对待五毛就是一个动作，拉黑啊。时间又到了，哎呀，好长啊！今天我们去社区看吧，好吗？我就不念了，好吗？明谢 Patrick 长，谢谢 Joy 陈，谢谢周凯，谢谢严琦，谢谢姥姥王，谢谢山川壮丽，物产丰隆炎黄四昼，东亚称雄，勿自暴自弃，勿固步自封，光我民族，促进大统，创业维艰，缅怀诸先烈，守成不易，莫图勿进攻。代表 Vicky 曹把这个发给老师，是不是中共都违反了以上的规戒？这是中华民国1911年建国以来的国歌，我们升旗典礼的时候唱的。OK， 好，Ken Wang， 谢谢观点。川普这次玩一场政治军事冒险，中印边界，川普在冒险，川普怎么军事冒险呢？不理解。中印边界摩擦和台海局势升温，不会发生战争，很快南海局势也会快速升温，越南也会交出自己的投名状。拼图的最后一块就是把中共绝大部分海军引到台海、南海地区，而美国真正的目标是在中共家门口演绎一场教科书级的闪电战，打掉金家王朝。川普既震慑中共，还能当暂时总统，我是个阴谋论家，哈哈哈，好吧，希望你判断正确啊。郭喷塞，谢谢王先生。共产党有 0.01 的智商，这个世界就和平了。好的，谢谢大家的参与，我们这个节目就到这里，下个节目再见啊！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下个节目再见。